这偌大的世界，有天赋的人不少，努力的人也不稀缺，优秀的人从来数不胜数。王一博以独有的节奏，走出自己的星光大道。王一博用向阳而生的心和独有的节奏，在喧嚣的娱乐圈保持初心与通透。他不靠炒作，而是以实打实的努力跨界深耕，从容不迫地铺开自己的星光大道。这份安静沉淀的韧劲和细水长流的力量，让他成为年轻人眼中不随波逐流的模范灯塔。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 TGN Star News 频道。这偌大的世界，有天赋的人不少，努力的人也不稀缺，优秀的人从来数不胜数。但王一博，哎呦喂，真是让人眼前一亮。别的不说，他绝对算得上那种特别的存在。你说他是不是那种天生带电的料？可能吧，但更关键的是他那颗向阳而生的心。这1年多，外界有多瞎猜，从唱跳到演戏，从综艺到时尚，他啥都沾点边，又能全力以赴。有人说，现在的年轻偶像都差不多，靠炒作靠话题，但一博不一样，甭管圈子里怎么风吹草动，他都能保持一种淡定的节奏，这才是真独有的节奏。他那不会太高调也不低调的风格，干脆利落地走着自己的路线，把懂得取舍的精神演绎得淋漓尽致。还记得那次他默默无闻地在舞台上燃烧的那份热情吗？不多余的炫耀，只是一份执着，恍若一股清流穿越人海。而他那种知世故而不世故的态度，真是绝了。在娱乐圈这个变脸快、风向乱的地方，能保持初心，难得。都说就算天赋再高，也不一定能走到今天。可王一博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，只要有自己那股坚持，就能不慌不忙地走出一条专属于自己的星光大道。再说那一身酷劲儿，太帅了，绝对撩到爆炸。笑死，偶像的帅气值读的不要不要的，但他绝不是那种只会秀颜值的花瓶，背后踩着坚实的努力，不断突破自我。音乐、舞蹈、演技一环紧扣一环。别忘了他那条跨界深耕的路，走得没有一丝犹豫，从容不迫，像个打工人拼尽全力，也像个艺术家在静心打磨。要说他最厉害的，还是那份安静沉淀的心，虽然偶尔会被娱乐圈的喧闹冲击，但他都能很快调整状态，保持那一份通透。真正的优秀，从不是一时的光彩照人，而是能在风云变幻中坚持自我，沉淀底蕴。王一博，他正是那种 V 字成长、摸爬滚打却甘之如饴的代表。别的明星可能靠爆款剧或话题、热搜站稳脚跟，但他更像是那种用实打实的努力和坚持，在各个领域慢慢铺开的人物。支持一博，都是看他那份寸步不让的韧劲和持续向前的动力。有人说他像阳光，把那份温暖洒在粉丝的心里；有人说他像一首歌，节奏清新又耐听，令人沉醉。想到这里，不禁感叹，这世界如此喧嚣，但像王一博这样用自己节奏将人生过得优雅而精彩的打工人真稀缺。他不是那种拼命靠流量圈粉的虚火，而是一颗向阳生长不止的种子。以后还会有多少天赋的人，多少努力的人能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记？这个答案或许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。但有一点可以确定，那就是他走的路绝对会成为不少年轻人的模范灯塔。他像个从容的战士，带着那份酷，走自己的光辉路，用行动告诉所有人，你可以很努力，也可以安静的发光。支持一博，支持那份不随波逐流的坚韧不拔。看他一步步走来的模样，笑死。我觉得比别人更迷人一点，就是他那份细水长流的力量，太打动人了。所以，别再怀疑那些天赋加努力加实力的人，谁都比不了他独特的节奏。
用心生活，用力发光。王一博这个太优秀且太自信的少年，绝对还会在未来的星空中留下更耀眼的光。待他继续慢慢成长，我相信那个全能王才刚刚开始，让我们大吃一惊，瞠目结舌。王一博死磕20次同一个弯道，内娱速成乱象被他打脸了吗？灯光、摄像、工作人员层层围着，距离近到能看清他脸上的每一处细微表情变化。在这种高压环境下，普通艺人可能早就手心冒汗，眼神飘忽了。可花絮里拍到的王一博呢？导演一喊开始，上一秒还在和人说话的他，下一秒整个人的状态就变了，眼神聚焦，情绪到位，肢体语言精准，完全不受周围环境的干扰。这不是什么天赋异禀的表演技巧，而是一种被千锤百炼出来的专业本能。把镜头切换到赛车场，这种本能就更加明显了。2026年3月底，王一博在上海国际赛车场备战 China GT 首站时，驾驶的是丛林迷彩涂装的85号梅赛德斯 AMG GT3 EVO 战车，车内温度超过50度，心率飙到180以上。在这种生理极限状态下，他连续跑了22圈还能稳稳控车，单日圈速从之前的2分04秒多提升到2分02秒多，整整快了近2秒。更让人惊叹的是，他全程参与了全英文的赛车培训课程，涉及圈速提升、长距离测试、车辆数据吊效等专业技术，与外籍教练流畅交流专业术语。这两个看似毫不相干的场景喧闹的拍摄现场和高温的赛车座舱，展现的却是同一种内核，一种能够无视环境干扰，瞬间切换状态，在高压力下保持精准输出的专业本能。当行业追逐短平快，他的死磕精神照见了什么？反观当下的内娱生态，一个奇特的现象正在发生。速成正成为某种默认路径，一部爆款网剧，一档选秀综艺，就能造星出一位顶流。专业的衡量标准，从漫长的作品积累与演技淬炼，部分转移到了社交媒体数据、商业代言价值、综艺感乃至 CP 感等维度。当入行门槛似乎在降低，当成功看似有捷径可循，专业所必须的那份耐得住寂寞的敬畏心与苦功夫，便容易在流量盛宴的喧嚣中被搁置。于是我们看到了各种行业乱象，假唱对嘴成为一些晚会常态，被网友发现关键镜头吸气却没停声，有的演员被曝念数字台词，需要后期配音，一些综艺节目里演技被简化成咆哮式的情绪宣泄，还被解释为节目效果。在这种背景下，王一博那种死磕的做事方式就显得格外刺眼。为赛车季前测试时，他在近50度的高温座舱内反复磨合，连续进行圈速提升、长距离测试等课程。这背后是每天封闭训练42天、体能拉练6小时的苦功。他采用的训练方法据说是不追求圈数多，不追求时间长，而是要求自己每一圈跑完必须解决一个实际问题。比如某个特定弯道，他连续跑了20多次，就为了把过弯逻辑刻进肌肉记忆里。更让人惊讶的是他的语言学习能力。备战 China GT 期间，他全程参与了全英文赛车培训课程，涉及圈速优化、车辆吊效、长距离测试等专业内容。外籍教练对其语言应用能力表示惊讶，认为其不仅能精准掌握术语，还能主动提问与反馈。这种专业沟通能力并非临时突击，而是长期积累的结果。资料显示，他13岁赴韩国训练期间就以全 A 成绩完成英语必修课，早期英文说唱作品已显露功底。在《这就是街舞》第4季中，
他与国际舞者全英文交流街舞术语。2025年纪录片《探索心境》第2季北美拍摄期间，全程用英语与户外专家对话，并完成全英文旁白。当整个行业都在追求短平快的时候，他的慢工出细活反而成就了更持久的爆发力。这种反差恰恰照见了当下娱乐产业的某种困境：我们是否过度看重流量数据，而轻视了真正的专业深耕？专业本能的多元构成，远不止技能熟练那么简单。那么，这种能够在嘈杂片场一秒入戏，在高温赛车里保持冷静的专业本能到底是怎么炼成的？第一层是心理素质的抗压铠甲。赛车座舱内超过50度的高温，心率180加的生理极限状态，普通人待几分钟都难以忍受，王一博却能连续完成22圈耐力训练。这不是简单的体力问题，而是专注力、情绪控制和抗压能力的综合体现。这种心理素质来自于无数次的极限训练和实战考验。第二层是快速学习能力的构建通道。从赛车领域的全英文培训，到街舞节目的国际交流，再到纪录片的英文旁白，他的语言能力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技能。据分析，他采用的是目标导向型学习，为角色或赛事短期高强度突破关键技能，语言始终服务于职业需求。例如，在拍摄电影《无名》时，他通过即时教学1周攻克日语台词，备战赛车时突击掌握专业术语，现学现用。第三层是对专业文化的深度敬畏。在探索心境纪录片拍摄过程中，王一博的攀岩搭档阿邦老师透露，王一博全程没有团队，没有助理，全是他一个人独自完成。资料显示，他当时与教练刘永邦一起在广西阳朔进行攀岩探索，登顶难度属于 5.10A 级别的猴子山，这对于业余爱好者来说是极限挑战。拍摄过程中，一开始烈日暴晒，随后又下大雨，山势陡峭湿滑，攀爬难度很大，但他仍坚持完成。这种对专业的敬畏心还体现在对各项运动文化的尊重上。比如在街舞节目中，他能够精准判断选手是否抄袭他人动作，并强调我喜欢原创，你如果扒别人的东西来跳的话就很不 respect。 这种对街舞文化的礼节与尊重来自于他长期的街舞训练和比赛经验。从个人专业到社会影响力，一人带火一个赛事的连锁反应。如果说个人专业能力只是起点，那么王一博模式真正具有革新意义的，在于其如何将个人影响力转化为对社会小众专业领域的实质推动。2026年 China GT 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上海站的案例最具代表性。据资料显示，这次上海站赛事刷新了 China GT 10年以来的参赛纪录，全场共有57台赛车，108位车手参与角逐。其中最高级别的 GT3 组别就有28台顶级赛车参赛，法拉利、保时捷、AMG、宝马、奥迪、兰博基尼6大厂商均有车型出战，整体参赛规模接近2024年的3倍。更令人关注的是现场氛围，有人举着灯牌，有人穿着85号同款赛车服，有人从千里之外赶来，超5万名车迷集结到现场，这在 China GT 的历史上是从未见过的景象。而这一切与王一博的参与密切相关。他驾驶85号梅赛德斯 AMG GT3 EVO 赛车，在排位赛阶段跑出2分03秒357的个人最快圈速，比2025年直接提升近1秒。正赛中更从第25位发车，一路稳扎稳打，连续超车，最终拿下 AM 组第4名的成绩。赛道之上差距从不会悬殊巨大，0点几秒的提升，
背后都是日复一日的体能训练、赛道复盘和走线打磨。这种现象级影响力打破了流量明星、跨界级营销的公众认知。当外界还在质疑明星玩票时，他用硬核数据证明了自己的专业实力，圈速从2分04秒多到2分02秒多，这近2秒的提升在职业赛车领域堪称质的飞跃。随队工程师称赞其抗压能力和学习能力，在非职业出身的车手中极其罕见。攀岩领域的案例同样值得关注。在探索心境节目播出后，阳朔攀岩线路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去打卡体验。教练刘永邦透露，现在来咨询攀岩的人越来越多了，很多人都来预约王一博同款路线课程。不过刘永邦也提醒，虽然攀岩这项运动适合大多数人尝试，但是对于想来体验王一博同款路线课程的学员，还是会有一定的对身体素质的要求，需要先学习室内理论，在熟悉了理论上的专业知识和各种装备的操作后，才能逐步进入户外练习。慢就是快的深耕哲学，在速成时代寻找另一种可能。在信息碎片化、注意力稀缺的当下，王一博士的慢功夫提供了一种值得深思的启示。对于年轻从业者来说，极致的专注可能才是最大的捷径。当大家都在追逐热点、制造话题、快速变现时，他那套一练一的训练方法不追求数量，但追求每一遍的实质性进步，反而可能形成更持久的核心竞争力。这种能力是可迁移的，在赛车座上能保持冷静分析，在拍摄现场就能瞬间入戏，在攀岩峭壁上就能专注下一个支点。对于普通职场人，这种专业本能同样具有启发意义。它解构出来就是3个可借鉴的职场素养：深度专注的能力、持续学习的习惯、对岗位的敬畏之心。在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，深耕某一领域带来的不是僵化，而是一种应对变化的底层能力。对整个行业而言，这种个体案例可能促进行业对专业主义的重新重视。当观众拿着8倍镜审视明星表现，对假唱、念数字等行为容忍度越来越低时，市场正在用脚投票，呼唤真正的专业回归。有业内人士指出，如今观众早不是瞎看热闹的时代，网络太发达，谁在舞台上真唱，谁假唱，谁专业能力差，大家一眼就能看出来。时代需要更多的异类吗？王一博的专业本能或许提供了一种可能性，在流量未亡的时代，深耕专业依然有价值。在速成文化盛行的环境中，慢功夫反而可能走得更远。在跨界成为趋势的当下，每一次跨界都不是玩票，而是带着对专业的敬畏和深入的学习。他的成功路径难以简单复制，既要承受住早期练习生的艰苦训练，又要保持对多项技能的好奇心和钻研精神，还要在成名后依然能静下心来死磕一个弯道20多遍。这需要的不仅是天赋，更是一种近乎偏执的执着。但至少，它的存在本身就在提醒我们，在这个追求短平快的时代，依然有人相信专业的力量，依然有人在用最笨的方法做最聪明的事。当一个顶流明星愿意在没有团队、没有助理的情况下独自完成攀岩拍摄，当他在50度高温的赛车座舱里连续训练6个小时，当他能流利地用英文与工程师讨论空气动力学数据时，他不仅在重新定义流量明星，更在重新定义这个时代对成功的理解。所以，内娱真的需要更多这样的异类吗？或许答案不在于是否需要，而在于市场最终会选择什么。当假唱横行，真唱拉胯成为常态，当速成演员充斥银幕，当专业能力被流量数据所稀释时，总有观众会用观看、用讨论、用支持、
为真正的专业投下自己的一票。你认为王一博士的专业深耕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当下的娱乐生态？